孟庭舟的青梅李心儿回到京城的那天，孟庭舟远远看了一眼，便彻夜难眠。一番思索后，他给了我2个选择：一是做平妻，2便是和离。平妻？孟庭舟，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正妻。不过是个名分而已，你何必如此矫情？矫情？原来在你眼中，我竟是如此不堪。既如此，那便和离吧。可就当我准备写下和离书时，我却发现自己有孕了。于是我默不作声，偷偷给他准备了一份惊喜。喝下这杯茶，从此恩断义绝。江之月，你真是好得很！江之月，往后你若是后悔了，可别哭着回来求我。哼！后悔？孟庭舟喝下了这碗茶，这孩子便是侯府日后唯一的主人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夫人，张儿如今年方9岁，却能写出如此惊天动地的策议，此子有惊天畏地之才。留在灵州这小地方，实在是耽误了他。那先生的意思是，带他去京城，他不该被埋没在这里。10年了，也是时候回去了。冰糖葫芦，卖冰糖葫芦嘞！娘，您看这里的人穿的都好漂亮啊！这里是朱雀大街，京城的中心，公子贵女、宝马香车都在这儿了。张儿，你喜欢这里吗？喜欢。张儿，看见那座宅子了吗？看见了，真气派。那娘亲日后让你成为这里的主人，好不好？娘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咱们才刚到京城。娘亲说到做到。好。毕竟你可是永宁侯孟庭舟唯一的子嗣，礼部侍郎家的2公子，家世不错，难得人家愿意娶你做正妻，到时千万别失了礼数。是。孟公子，今日或许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了。为何？这个送给你，留作纪念吧。你要走？去哪儿？我要嫁人了。嫁给谁？这么大的事，怎么从未听表哥提起过？你是永宁侯府的3公子，自然不懂我的难处。你上有在朝为官的大哥，下有锦衣卫统领的2哥，你只需做个逍遥闲人。可我不行，我若不嫁，这京城便没我的容身之处。我娶你。孟公子，你说什么？我想娶你，做我的正妻。你说什么？永宁侯府的3公子要娶你为正妻？知月，你放心，这门婚事，表姑一定替你办好。夫妻对拜。知月，我孟同舟发誓，此生绝不负你。夫君，你回来了。前几日你还缠着我说要一个香囊，你瞧。知月，我要娶李心儿做我的正妻。为什么？我们这几年不是很恩爱吗？那是两码事，正妻之位，我定要给他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没想到心儿为了我，至今未嫁。知月，如今面对他，我实在心中有愧。你心中有愧，所以就要补偿他。那我呢？孟庭舟，你凭什么要委屈我去补偿他？没事，知月。心儿虽说有些心直口快，但人却不坏。日后你们2人定能好好相处。好好相处。江之月，果然是你，就是你抢走了我的3哥哥。这位小姐，我是侯爷娶进门的正妻，请你自重。
正妻？就凭你这出身的破落户，若不是用些肮脏的手段，怎能攀上孟家这样的好门第？江之月，你知不知廉耻二字怎么写？我警告你，以后离三哥哥远一点，否则……孟庭舟，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正妻。知月，你放心，即使日后心儿入了府，这府里的荣华富贵也少不了你的。若我不愿呢？不愿？你何必如此矫情？矫情？原来在你眼中，我竟是如此不堪。够了！如今李大人官复原职，心儿身份远在你之上，难道你还要让她堂堂嫡女进门做妾吗？我说了，我不愿。好，江之月，我看你离了我这侯府，你还能到哪儿去？既如此，那便和离吧。夫人，您晚膳一口没动，多少吃些吧。不必了，小唐，等我写完和离书，咱们就走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夫人，您有喜了？你说什么？可怜的孩子，你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来？奴婢这就去告诉侯爷和老夫人，让他们为您做主。站住，不许去！夫人，你就算我能凭这个孩子留下，李新仁依然能处处压我一头，留下来能有什么好日子过？可是，小唐，你放心，孟庭舟欠我的，我会让他全部吐出来。孟庭舟，10年了，你欠我的东西，该还的时候了。老师，我们来这儿学琴这么久，从未听您拨过一根弦，今日能不能让我们开开耳界？抱歉，这把琴我此生不再弹了。为什么呀？守着民琴却不弹，多可惜啊！当年我与一位郎君在林中，以此琴弹奏《凤求凰》，一曲定情。可后来我与他情断意绝，那天起我便发誓，此生绝不再动此琴。听说了吗？那琴坊房主神秘得很，日日戴着帷帽，绝不露面，连那把传世民琴都不肯弹。嘿，那段一曲定情又绝情的故事都传遍京城了，现在大家都在猜，这位神秘琴师到底是谁？来来来，买定离手！这名单上搜罗了全京城精通琴艺的人，大家开盘下注，看看谁能对上号。哟，这名单上竟然还有当今永宁侯孟庭舟的名号。话说，永宁侯这爵位来的倒是巧，只是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咱们这位侯爷那方面好像有点隐疾，孟老夫人都在逼他过继了。过继哪有亲生的好？别一辈子忙到头，最后替旁人做嫁衣。两位很关心侯府的事，小的誓言。侯府的事还轮不到外人来管。夫人，今年殿试放榜，好多学子都来这儿还愿。张儿虽小，但提前来沾沾彩头也是好的。一愿张儿前途光明，二愿我得偿所愿。小唐，怎么停下了？夫人，前面的马车好像出事了。祖母，您醒醒啊！这可怎么办？这荒郊野岭的，祖母的心症偏偏在这时候犯了。别急，我这婢女会些医术。当真？快请您给祖母瞧瞧。老夫人是受了颠簸劳累，这处穴位扎下去，老夫人便能顺气了。一会儿喂了药，千万别急着抬动她。我这是……祖母，你醒啦！祖母，是这2位好心人救了您，多谢恩人救命之恩。敢问2位恩人姓甚名谁？
改日我定叫父亲登门拜谢。姑娘客气了，区区小事不足挂齿。这声音，家中还有幼子等候，就先走一步了。我怎么总觉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？夫人，现在满京城都在传您的事，说您琴艺卓绝却不露面，甚至还猜测您与孟庭舟有关。恐怕这些话已经传到李欣儿耳中了。小唐，你去给张儿请个教书先生吧，往后就不要让他去学堂了。是，夫人。大家快来看！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什么秦放房主，根本是在误人子弟！秦放房主，今天我倒要看看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，害得我家孩子在宴会上当众出丑，成了全京城的笑柄！住口！你莫要血口喷人。我的琴技如何，邻里学生皆可作证。你若真有不满，咱们去官府说。我告诉你，今日你要是不给个说法，我就砸了你这破店！住手！不准对夫人无礼！敢推我，你找死！小唐，今天我就让大伙看看你的真面目！江之月。哟，大家伙儿瞧瞧这张脸，不知道背地里干了多少坏事呢！今天我就毁了你这张脸，看你还怎么干坏事儿！放肆！本侯在此，我看谁敢造次！之月，真的是你！最近城里都在传那把琴，我早该想到是你的。侯爷，这个闹事的家伙如何处置？全部扭送官府，按律严惩，绝不姑息。之月，这么多年你过得好吗？刚才可有受到惊吓？都是我来晚了。小唐，你没事吧？夫人，我还好。娘亲，你没事吧？张儿乖，娘亲没事。娘亲，这人是谁啊？他为什么一直盯着你？不相干的人。之月，我怎会是不相干的人？我够了，张儿，我们走。夫人，孟庭舟还在跟着我们，别理他，他想跟着就跟着吧。那个孩子，难不成就是我的？江之月，10年不见，你连请我坐坐都不愿。这简陋院落，怕是污了侯爷的眼。我帮你解了燃眉之急，连杯茶都喝不上。侯爷位高权重，民妇自然不敢有异议，请吧。夫人，这……小唐，去后厨生火烧水。既然侯爷不嫌弃，咱们总不能失了客礼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家中只有散茶，有些涩口。侯爷身份尊贵，若喝不惯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10年没喝过你的茶了，再涩我也受得起。以前你的手只用来弹琴插花，指尖连墨点子都不肯沾，如今却要做这些杂活。难道这些年你们母子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？由奢入俭难，可只要放下心气，坦然接受就好。自食其力，总比寄人篱下好得多。你这是在怪我，所以宁愿在这种地方搓磨，也不肯低头。侯爷多虑了，
哪怕是在灵州时，日子比这里要好一些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为何突然回京？只是后来张儿的学堂先生说他天资聪颖，是个可塑之才，所以我才带他回到这里。我想着京城居大不易，日后读书考取功名，用钱的地方还有许多，于是生活便清简了些。孟如章，他姓孟。难道这孩子真是我的？这眉眼，这神气，京城里谁见不得说是侯爷亲生的？侯爷想多了。知月，你我和离正好10年，他姓孟，又长得如此像我，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捡的罢了。捡的？你随手一捡，就能捡到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孩子？就是捡的，他没有父亲。侯爷若是喝完了茶，就请回吧，这地方实在不适合您久留。知月，你还是在恨我。总之，这个孩子与你无关。与我无关？他那双眼，那眉骨，简直跟我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你当我瞎了还是疯了？侯爷既然知道自己没瞎，就该想起10年前那封和离书。你我早已恩怨两清，我的任何事都与你无关。江之月，你觉得我会信你的话吗？你一边与我和离，一边却又悄悄生下我们的孩子，这就是你口中所谓的两清。你明知只要开个口，我就不会不管你。够了！孟庭舟，你给我闭嘴！知月，你以为当初我是真的愿意放下侯府的荣华富贵不要，自请和离的吗？知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心疼你和孩子。你心疼？你懂什么？我当初之所以那么决绝，还不是因为我爱你。不行，我还得演得像一点。是啊，我爱你，爱到容不下一点沙子。我不能容忍你的爱除了给我，还能分给李心儿，分给那些以后还会入府的人。知月，心儿她只是……我知道她是你的青梅竹马，我也想过要装作大度善良，想过要做一个贤惠体面的侯府夫人，这样我就能永远留在你身边。知月，可是我做不到，我只要一想到你要去牵别人的手，我就心痛得快要死掉，所以我宁愿走，也要保住你在我记忆里的美好模样。你会像爱我一样去爱另一个女人，你会给她写同样的情诗，带她赏同样的春樱，那样的场景，光是想想我就快要疯掉。你告诉我，当初我能怎么办？我除了和离，我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保住我那点卑微的自尊？如今听我亲口承认，我还像个疯子一样爱着你，你满意了吧？知月，知月，我好高兴，我真的好高兴。我就知道你心里有我，你忘不掉我，对吗？知月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当初我以为能斩断一切，可谁能想到和离后，我竟然发现自己怀孕了。你是说？是啊，说明你我注定是此生纠缠的孽缘，是老天爷不放过我，逃不掉的。这些年夫人过得有多苦，侯爷您哪能知道啊？为了保住这孩子，夫人差点命都没了。知月，跟我回府吧，我会用余生来补偿你们母子的。这么多年过去，我已经不恨你了。
我只想带着张儿安稳度日。那怎么行？你是我的夫人，他是我的嫡长子。如今能再看你一眼，我已别无所求了。别无所求？我不答应。江之月，既然被我找到了，你就休想再带着我的儿子流落在外。夫人，这琴房咱们经营了这么久，说关就关了。那些学生们今早来瞧，一个个都红了眼眶。京城已经不安静了。那日闹事的人虽被带走，但只要这铺子开着一日，那幕后之人便会有源源不断的手段。您是说那位李姑娘？她也太过分了，就知道泼脏水坏您的名声，逼咱们走投无路。她怕我，更怕张儿，但这京城可不是她李心儿一个人的。夫人，您的意思是，既然她喜欢泼脏水，那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院外的岗哨再加2班，没有本侯的令牌，一只苍蝇也不许放进来。是，侯爷。知月，先在这儿住下，这里清静，没人敢来打扰你们母子。多谢侯爷费心，只是张儿名不正言不顺，住在这里怕是引人闲话。谁敢闲话？知月，过几日我便祭告先祖，修入族谱，让张儿成为我永宁侯府名正言顺的嫡长子。哦，那昨天秦方闹事的人，你放心，这事我定会追责到底，不管背后是谁，敢动你们母子，我都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是吗？那希望侯爷到时候说到做到。侯爷，查到了，那日在琴房领头闹事的妇人，经人证实，确实是李夫人指使的。心儿，她竟然做出这等事！侯爷，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儿来了？李心儿，江氏琴坊的事是不是你安排的？为了逼走知月母子，你竟然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！孟庭舟，你摸着良心问问，是谁先朝三暮四的？我陪了你10年，到头来你居然要带那2个家伙认祖归宗，我才是你的正房夫人。知月温婉良善，你却如此蛇蝎心肠，连个孩子都不放过。我蛇蝎，是你背信弃义。你竟然为了他这么骂我！李心儿，我警告你，少在这里给我装模作样！夫人晕倒了，快传医师！快传医师！恭喜侯爷，夫人有喜了，已有1个多月的身孕。你说什么？她怀有身孕了？是，脉象虽因情绪激动有些不稳，但确实喜脉无疑。我有2个孩子了，张儿回来了，现在又有了1个，我有后了。侯爷今日下直道早，这一路赶来，怕是渴了，快些进来吧。怎么了？侯爷今日魂不守舍的，可是出了什么事，让您这般为难？知月，我是有事想同你商量。侯爷但说无妨。知月如今带着张儿，全仗侯爷照拂，有什么事是知月受不得的？是侯府那边，原本我早该接你和张儿回府的，可眼下出了点小差错，心儿有孕了。夫人，这怎么可能？李夫人有喜了。她如今怀了身子，医师说受不得刺激，若此时带你和张儿回府，以她的性子，定会闹得翻天覆地。所以侯爷的意思是，你和张儿回府的事可能要再等等。知月，你一向最是体贴懂事，等府里安稳下来，我定会风风光光将你们接回去，可好？爹爹，
您是不是有了新的弟弟妹妹，就不要张儿和娘亲了？傻孩子，无论是你还是弟弟妹妹，都是我的亲生骨肉，在我心里，你们的分量是一样重的。好，只要侯爷心里还有我和张儿的一席之地，哪怕是等上一辈子，我们也愿意。知月，你还是和从前一样识大体。知月，你放心，这次我绝不食言。孟庭舟，10年过去，你果然还是这么令人作呕。好，那知月就等着侯爷的好消息了。侯爷，京城刺史大人求见。我知道了，马上就过去。抱歉，知月，我晚点再过来见你。小姐，以往您稍有性子，侯爷他总觉得难缠，可如今您事事退让，他反倒一副意外的模样，还真是让人看不懂。10年间，李心儿的脾性他没少领教，如今我安分退让，事事体谅，只会让他更加愧疚。原来如此，不愧是夫人，果然料事如神。不过我就知道，李心儿绝不会放任我顺利回府。这件事果然没那么一帆风顺。娘亲，刚才那个大叔说的话是真的吗？不知道，但娘亲可以给你讲个故事。什么故事？当初在娘亲与他和离之前，他也曾对我说过同样的话。他说，就算他娶了李心儿，我也一样是他的妻，绝不会亏待我番毫。可结果呢？可你看，如今李心儿那样咄咄逼人，给我们母子泼脏水，让我们差点在京城待不下去，而他明知真相，却不肯还我们一个公道，甚至连半分惩戒都没有。所以他现在说你和其他孩子分量一样的这句话，你觉得还可信吗？我懂了，娘亲，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，除了自己，谁都靠不住。张儿长大了，即使以后不回侯府，我也能靠自己读书考取功名，将来给娘亲挣个好前程。好孩子，娘亲以你为荣。夫人，您瞧侯爷，这大热的天，他怎么还穿得这么严实？瞧着都替他憋得慌。侯府里那位怀了身孕的，估计是又发脾气了。侯爷今日怎么这时候过来了？瞧这一身的汗，快进屋歇歇，别中了暑气。只有到你这里，我这耳根子才能清静片刻。那侯府里，简直是一刻也待不下。哎呀，侯爷，您的手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像是被什么利器划伤了？小唐，去拿药膏来。这是李夫人闹的。她仗着有孕，脾气比往日放肆了10倍。昨晚不过是劝她少吃这口生灵，她便发了疯似的撕扯。我不敢还手，只能任由她折腾。都是我不好，若不是为了我和张儿，李夫人也不会这般迁怒于你。侯爷，若你真的为难，往后不来看张儿也无妨。只要你平安，我们在外面受点冷落又算得了什么？怎会为难？我虽身在侯府，心却始终系着你们。倒是你们，可有什么委屈？近来有什么缺的，尽管告诉我。侯爷说要补给我们的，知月心领了。只是这京城重地，民妇身份卑微，出门在外求人办事，总归是处处碰壁。谁敢给你脸色看？你只管说，本侯定不轻饶。侯爷总不能时刻守在民妇身边，若是可以，我想要一块侯爷随身的玉佩，日后带着张儿去拜访京城的大儒那些学制，或是打理些琐事，也能少受些折辱。是我疏忽了，这镂金盘龙玉佩你收好，日后见到此佩，如见本侯，看谁还敢拦你。那知月就多谢侯爷了。夫人，
有了这东西，咱们再请暗探调查李欣儿，可要容易多了。不仅是暗探，有了侯府的信物，张儿去见那些大儒也能名正言顺些。在这京城，身份比金子管用。恭喜夫人，小少爷这般模样，日后定是跟侯爷一样威风。那是自然，毕竟这孩子可是永宁侯府唯一的嫡子。欣儿，如月如今降生，是侯府的大喜事。我想着，借张儿回府认祖归宗的事，也该提上日程了。侯爷，你说什么？正好赶在如玉的满月宴之前，到时候两兄弟一起见客，双喜临门，岂不美哉？孟庭舟，你是心疯了吗？我是不会同意的。这事关侯府的名声，你居然要让那个来历不明、不清不楚的家伙进门，还要在满月宴上恶心我！张儿是我的骨肉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何来不清不楚？侯爷，你有所不知，前些个日子我已经叫人把那家伙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了，你好好看看吧。他在灵州那些年到底干了什么，跟哪些人不清不楚，我可都搜罗全了。想认子？你要不先看看那家伙都干了什么？这李夫人倒是精力超配，刚生产完不过月余，连月子都没坐稳，竟还有力气折腾这些证据，死到临头还这么蹦跶，这下热闹了。江之月，既然侯爷说要把这孩子认祖归宗，那我也不能让侯府平白背了不清不楚的锅。你看看这些，我差人去盘查了你在灵州居住时的邻里，他们都说你10年前与侯爷和离，可你回到灵州是9年前的事了，这中间的1年，你人在哪儿？你生的是谁的孩子？李夫人，您这是什么话？我家夫人明明一向……主子说话，哪有你这家伙插嘴的份儿？京城离灵州不过3、4个月车程，你消失的1年半，究竟在外面干了什么？如实交代。夫人当真是精力充沛，刚生产月余，不想着调理身子，竟还有心思去翻10年前的旧账。少废话！说，那1年半你在哪儿？和离后，动身离开京城第3日，我便发现自己有孕。当时我孤身一人，车马颠簸，孕吐严重到几乎无法下车。我走得极慢，不想走到半路，南方突发水患，成千上万的流民北上逃命。我一个弱女子，带着银钱又手无缚鸡之力，为了保命，不得不留在瑶州暂避风头。老夫人，10年前大少爷确实是去治那场水患才染上的病。后来水患终于稍解，可那时我月份已经大了，为了孩子平安，我只能在瑶州生产，做完月子又休养了半年多，才辗转回到灵州。这便是1年半的去向。好了，欣儿，这事儿说到底，当初也是我们侯府做的不周。若是那时我派几个侍卫一路护送知月回灵州，便也不会有今日这些争议。侯爷现在倒是一心护着他了。你看这孩子，无论眉眼还是神情，和我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血脉至亲，这怎么可能会有假呢？那可未必。侯爷，这天下之大，长相相似的2人多的是，若有心寻找，再找一个出来又有何难？欣儿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还不把那家伙带上来！这人的长相……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侯爷，您瞧瞧，这不仅是长得像，连那股子神态都如出一辙。江之月，你还要撒谎到什么时候？
什么？这夫人，事到如今，你难道还不肯承认吗？我不认识你，哪来的承认？萧庆，当着老夫人和侯爷的面，把当年的好事一五一十的讲个清楚，让大家看看这位温婉良善的姜氏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夫人在回灵州的半路上，恰逢水患辽民暴乱。那日天色昏暗，一群恶徒见夫人身边只跟着个弱智婢女，便起了歹念。你胡说八道，根本没这回事。幸好我那日路过，出手帮他们脱离了险境。夫人为了答谢救命之恩，在瑶州酒楼设宫请我一叙。结果那晚，夫人感念于我，竟将我认成了永宁侯。我自知配不上夫人，只能远走他乡。可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生下我的孩子，更没想到你会带着我的孩子来找永宁侯认亲。你把张儿置于何地，把我又置于何地？侯爷，您听听，因为长得像便能偷梁换柱，姜氏这算盘打得可真响啊！你胡说什么？我江之月行得端坐得正，这辈子从未见过你，更不知你是哪来的疯子。江之月，当年在瑶州那破庙里，是你楚楚可怜的拉着我的鞋脚，叫我别走。住口！满嘴胡言乱语。我胡说。若是你我二人素不相识，我又怎么会知道你那节细腰左侧有一枚红色的梅花形胎记？不可能！你怎么会知道？哟，江姐姐莫不是被说中了？若不是枕边人，谁能把这胎记的形状位置说得如此分明？够了，江之月，江之月，你告诉我，他为什么会知道？为什么？你信他，孟庭舟？你居然信一个来路不明的男人的鬼话？连这种事他都知道，你还要我怎么信你？好了，都给我闭嘴，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。这还是堂堂永宁侯府吗？吵来吵去，除了丢尽侯府的脸面，能有什么结果？这口说无凭的官司，难不成还要在这大庭广众之下验身不成？祖母，这萧策说的真真切切，若真将这孩子认进府，侯爷岂不成了京城的笑柄？给我闭嘴！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。自古血脉相连，骗得了人，骗不了天。既然双方各执一词，那就直接滴血验亲。若能还我清白，知月求之不得。好，你到底是受人陷害，还是带了个来路不明的孩子，试图蒙混过关？一验便知。通知各房各族的长老，7日之后，请诸位来侯府正厅一同目睹。老身要在这众目睽睽之下，给这孩子定个名分，也给侯府的名声定个乾坤。是老夫人。江之月，最后赢的人一定是我。为了防止有人在这7日内动什么手脚，张儿必须跟我走，由我亲自看管，这滴血验亲的结果才能服众。老夫人，小张也从出生起就没离开过夫人身边，这大宅门深，他会害怕的。小唐，不可对老夫人无礼。张儿，跟着老夫人去住几天，老夫人是你的长辈，会照顾好你的。记住，无论发生什么，都要挺直腰杆。娘亲放心，张儿不怕，张儿等娘亲来接我。给我把他带走！夫人，您已经1天没吃东西了，老夫人这也太狠了，连看都不让您看一眼。万一小叶哭闹怎么办？她是在防我，也是在考验我。可万一那李夫人，她能想到的，我也想到了。这7日，他们绝不会消停。所以小唐，有件事，我必须拜托你一下。
诸位，为了公平公正，今日这些物币都是老身亲自监督准备的，血是我亲自盯着取的，水是新打的泉水，碗是刚洗净的素瓷。此事关乎我侯府血脉纯正，老身必然不会偏袒任何一方。老夫人处事，我等自然放心。既然诸位没有异议，那便开始。萧大侠，请吧。是正是邪，就看这一遭了。融了！什么？竟然真的相融了？不可能！这几个月我与张儿朝夕相处，他分明就是我的孩子。侯爷，如今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要被这家伙骗到什么时候？不可能！张儿他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江之月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过来看，这水是不是有问题？是不是被动了手脚？侯爷，这水没问题。难道还有其他蹊跷？定是这药箱里的东西有问题。侯爷，这水是清泉水，碗是素白瓷，银针上亦无任何涂抹，这些物迹断没人动过手脚。这孩子真的不是您的骨肉。江之月，枉我对你如此信任，我以为你心里始终只有我一个，可你竟然拿一个不知是谁的孩子欺骗我到这种地步！侯爷开恩，夫人绝不是那样的人，这碗水一定有问题。住嘴！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孟庭舟，张儿乃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她在我腹中待了多久，我再清楚不过，她怎可能不是你的孩子？江姐姐，大夫说了水没问题，萧夏霞的血也和孩子融了，事到如今你不承认吗？何况今日这些验亲的物件可都是婆婆亲自盯着人准备的，她老人家向来最是公正无私。难道江姐姐你是觉得婆母她会故意弄虚作假，自降身份来陷害你这么个民妇？还是说江姐姐你根本就是不服这如山的铁证？李心儿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我就演得更像一些好了。我不信，这绝不可能是真的！荒唐，简直荒唐！江氏，你竟敢带个外人回来混淆宗族血脉！关于这个孩子的身份，我的确无从辩驳。各位长老都听见了吧？他认了，他亲口认了。江之月啊，江之月，如今证据确凿，我看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我当然不用狡辩，毕竟这血可不是张儿的。这是天大的笑话！什么流落在外的侯府嫡子，弄了半天，原来是个来路不明的外人。江之月，枉我一片真心，想不到你竟如此蛇蝎心肠。江之月，你贪图富贵，竟敢冒险混淆侯府血脉，妄想让这外人承袭爵位。各位，如此祸乱家门的家伙，若不严惩，何以正家风？还不快来人，把这胆大包天的家伙拖下去，家法惩治！李夫人，你确定要拖我下去？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动手！祖母、爹爹、娘亲，张儿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张儿，这几日你吃得如何？在那屋里有没有受到惊吓？娘亲，祖母待我很好，我没事。各位长老，请看，张儿这7日由老夫人亲自看管，今日滴血验亲，她可曾受过半点伤？可曾取过一滴血？什么？难不成刚刚血是玉儿的？怎么会这样？杏儿，你说什么？江之月，你这个混蛋，你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还不明白吗？刚才验的是你的孩子，而你，李心儿，刚才亲口承认了，你说那是
外人。江之月，你这个疯女人，你竟然敢上去炸我！是又如何？倘若你真的问心无措，就算被我炸一下，又何妨？什么？祖母，你也知道这件事儿？侯爷，他在陷害我，是他买通了奶娘，故意换的血。陷害李夫人，若是血脉相连，纵然换了天下的血，也断然容不到一个外人碗里。老夫人，江夫人已经在外面跪了3个时辰了。这是她这几日雷打不动抄录的百遍佛经，说是为老夫人祈福。让她进来吧。你如此费心，不就是为了认亲回府的事？老夫人圣明，但知月今日来，并非求名分，而是想求一个万全。哦，此话怎讲？滴血验亲在即，但我怕李夫人会在暗中使什么手段，为保公平，知月恳请老夫人在验亲当天，先用玉儿的血试一试。玉儿又不是流落在外的孩子，她是打出生就在侯府的，让她验这个做什么？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自然不怕查验。可老夫人不觉得这孩子来得太巧了吗？10年了，侯府寂静了10年，为何我刚带张儿回京，李夫人便有了身孕？若说是巧合，未免也太巧合了些。好，既你如此笃定，那老身便依你一次。侯爷，我知道您不信，但您可曾查过李夫人当年随父贬官外放，搬迁到临安时，究竟结识了些什么人？侯爷，李夫人与这萧羌只是旧识，两人在临安时便往来甚密，当地不少街坊皆可作证。往来甚密。孟庭舟，你宁愿信一个暗探，也不信我。我为你生了孩子。这孩子长得像侯爷，是因为你特意找了个和侯爷样貌相近的。你以为换了个皮囊，就能偷梁换柱，保住你的荣华富贵？不是的，小客，你说话。夫人，你当初说只要我帮你演这场戏，等你的孩子当了世子，我就能一生富贵。现在全完了！李心儿，你竟敢骗我！张儿，闭上眼，接下来的场面你不必看。这就是你找来陷害知月的同伙。侯爷，这位可不是临时找来的戏子，他们2人的情分可比你想象的还要深呢。江知月，你给我闭嘴！老夫人，10年前李家被贬临安，受尽排挤暗算，当时这位萧大侠恰好路见不平，救了李家上下，一个是落魄遭难的千金，一个是肆意洒脱的游侠，在那南方的烟雨里，怕是早就私定终身了吧？什么？你怎么会？她回京嫁给你后，2人也没断了往来。李夫人甚至会给萧克穿上侯爷你的旧衣裳，将他藏匿入这侯府之中。什么？藏在府中？怪不得先前奴婢瞧见侯爷明明出了府，没一会儿又在李夫人房门空看见个模糊人影。夜里幽会，然后在天亮前送走。反正容貌相似，下人哪敢怀疑啊？直到我带着张儿回来，李夫人担心自己地位不保，偏偏侯爷你又……于是他便病急乱投医，请萧大侠帮忙。萧大侠恋慕他多年，自然愿意在这厅堂之上诬载于我。我是自愿的，只要心儿高兴，我这条命算什么？混账东西，你给我住嘴！侯爷，我是被逼的，我是太爱你了。爱我？这就是你爱我的方式？心儿，你让我成了整个京城的笑柄。说，你如何得知知月腰侧有胎记？那自然是亲自瞧见。呸！无耻！当年夫人离开侯府，那些贴身侍候的下人全被分到了李心儿手底下。那些下人为求自保，自然什么都会说。李心儿，你以为买通几个丫鬟婆子，知道了我的胎记，就能将置我于死地？将此人带下去，家法处置。心儿，走，我带你走。
的内力怎么会？萧大侠，这侯府的饭菜好吃吗？昨日我可在你饭菜里加了足量的软筋散，专门为你这种会武功的准备的。卑鄙！你们竟敢使出这种见不得人的手段！哼，对付你这种人，我可没必要讲什么仁慈。江夫人，您要的东西送到了。侯爷，这出戏唱到现在，也该有个真正的结局了。大夫，你常年走南闯北，可曾听说过南疆有一种奇花，名为赤修？这花微毒，服用后血液活性会暂时改变，使得任何人的血液都能与之相融。李夫人当真是好算计，不仅给萧大侠用了这药，怕是刚才那碗水里也掺了这花的汁液吧？这简直是妖术！若是如此，这滴血验亲还有何公信可言？不是血脉相融，而是这花汁能让这天下人的血都融到一起。侯爷，这才是张儿的血。融了，融了，这才是真正的骨肉血泉。完了，这下全完了。什么？原来张儿他真是我的亲生骨肉。张儿，刚才是为父一时糊涂错怪了你，让你受了委屈。你能原谅爹爹吗？李夫人，为了今天这出戏，你可真是费尽周章。不该是这样，不该是这样的。你无非是想让我们母子名声扫地，让张儿永远进不了侯府大门。这样，你和萧克的孩子将来就能名正言顺地继承侯爷的一切。可你机关算尽，终有一输。你忘了，这世上假的就是假的，永远真不了。李心儿，当初你我成婚，我许你凤冠霞帔，10里红妆，让你风风光光地进了这侯府大门。可你呢？侯爷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这10年，我待你不薄，也从未在吃穿用度上亏欠过你分毫。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为什么要用这个家伙来羞辱我？解释给谁听？事到如今，我也懒得再跟你演这出夫妻情深的戏码了。李心儿，你这话这是什么意思？孟庭舟，你这个绝情又伪善的小人，你凭什么在这摆出一副受害者姿态质问我？你背着我做这种事，竟还敢说我伪善？我父亲当年被贬官，我们全家被赶出京城，外放临安那些年，你在京城继续做你的高门阔少，而我们在临安受过多少白眼，过得何其艰辛。在那段最黑暗、最艰难的日子里，是萧彻陪我度过的，是他救了我的命。你说什么？而你呢，孟庭舟，你扪心自问，这10年间，你可曾来信问候过一句？可曾帮衬过我们李家一次？我那是为了……那是为了你自己。孟庭舟，你就是个自私自利的卑鄙小人。我当初不想嫁给你，可是我父亲不肯，他想攀附侯府，于是把我送进了这吃人的侯府。什么？所以这桩婚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阴谋。没错，你以为我迟迟不嫁，是因为心中一直惦记着你，忘不掉你吗？别自作多情了，孟庭舟，在我的眼里，你才是他的替身。将他拉到后山去，家法处置，不必报官，就说这贼人夜闯侯府行窃，被当场处置。心儿，不要！侯爷，求求你放过他！混账东西，你竟然还敢为他求情！你让永宁侯府百年门楣蒙羞，理应遭受家法处置。老夫人，侯爷，李家那边送来急信，说是李大人和李公子终归是不忍，请二位看在往日两家交情的份上，饶他们一命。交情？李家还有脸提交情？罢了，动他只会让两家彻底撕破脸。既然李家愿意求情，那就把他送到乡下最僻的田庄去。侯爷，这已经是京城最好的温补方子了，大把大把的汤药灌下去，怎么就是不见好呢？
端下去吧，满肚子都是药，喝得我心慌。侯爷别急，病来如山倒，去病如抽丝。或许是这2日气温骤降，才惊扰了身子。夫人，您看这儿，这是奴婢刚刚才从这树下挖出来的。小唐，这东西是什么？夫人，这是李心儿之前给侯爷下毒后倒掉的药渣。下毒？是，恐怕李心儿从怀孕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谋划，在饭菜中给侯爷下毒了。李心儿倒是很绝，她是算准了只要侯爷倒下，那孩子就能早日承袭爵位了。所以侯爷现在表面看着只是大病一场，实则已经油尽灯枯了。孟庭舟，这或许就是你的报应吧。知远，再为我弹一曲吧。这偌大的侯府，如今也只有你这儿，还能让我的心静下来了。侯爷既然喜欢，那知月便陪着你。听你弹琴，听你跟我聊曲谱，聊音律，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10年前，回到了尚书府那个竹林里。知远，只有在你这儿，我才觉得好多了。侯爷是心思太重了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只要您放宽心，日子总会好起来的。既然侯爷累了，那就再弹一曲《春江花月夜》，如何？好，好。张儿，娘亲，先生布置了枝叶，孩儿正要去书房研读。先别去书房了，跟娘亲一起去陪陪你父亲，多和他说说话。娘亲，孩儿不明白，你何时变了？傻孩子，你将来要继承他的一切，若叫人看出来你们父子离心，族中那些长老又该生出什么心思？娘亲的意思是，为了大局。不错，毕竟有些戏必须得演足才行。是，娘亲，孩儿明白了。张儿，你过来了。父亲，今日感觉如何？孩儿特地带了今日写的册例，想请父亲指教。好，好。老夫人，侯爷这怕是熬不住了。知远，张儿，你们来了。知远，这辈子终究是我对不起你。侯爷，别说了，您宽心。我死后，侯府所有的家产全都留给你和孩子。我的儿，我的儿啊！夫人，您节哀顺变。张儿，看见了吗？咱们终于熬出来了。老夫人啦，侯爷下朝了，刚进2道门呢。这孩子今日怎么搞的？回来这么早？娘亲，孩儿今日在陛下面前弹琴，述及您多年抚育之恩，陛下感念，特降圣旨，封您为1品诰命。诰命？这封号不依附于父亲，而是以永宁侯生母之名请封。从今往后，您就是这侯府唯一的尊贵的生母。好，好，吾儿真棒。这都是娘亲您教导的功劳。